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经典的法式甜点——歌剧院蛋糕。它是由浸润了咖啡糖浆的杏仁海绵蛋糕、醇厚的咖啡奶油霜和浓郁的巧克力甘纳许交替堆叠而成。一口吃下去，口感、香气与味道的层次非常丰富，很值得一试。这款蛋糕的几个组成部分都不难制作，就是组装起来的过程需要一些耐心。先在烤盘上垫上烘焙纸。今天的食谱配方可以做一个大约40厘米长、30厘米宽的长方形烤盘，也就是北美常见的 half sheet pan 的尺寸。蛋糕要做4层，所以最后蛋糕的大小只有烤盘的1/4。在切掉边角料后就更小了，所以不建议做的比这个更小。烤盘不够大的话，可以分成2盘来烤。烤箱预热220摄氏度或430华氏度。先来做杏仁海绵蛋糕。需要的材料有鸡蛋5个，我们要用到3颗鸡蛋的蛋白和2颗全蛋，杏仁粉80克，糖粉70克，低筋面粉30克，细砂糖45克，无盐黄油15克，在使用前用微波炉或隔水加热的方式融化。先分离3颗鸡蛋的蛋白与蛋黄，蛋白放入一个干净无油的搅拌盆中，蛋黄留着等下做咖啡奶油霜要用到。杏仁粉、糖粉和低筋面粉混合后，过筛到一个大的搅拌盆中，加入2颗全蛋，用电动打蛋器把鸡蛋与干粉材料大致混合均匀，防止等下飞溅出来。然后开最高速度搅打，直到面糊质地蓬松，颜色泛白。这一步与做海绵蛋糕打发全蛋很相似，所以鸡蛋提前回到室温，或是水浴加热搅拌盆，都能加快打发的速度，增加全蛋膨胀的体积。但是不做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，就是搅打的时间会久一点，大约搅打5分钟左右，到这样的程度就好了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有一个电动打蛋器的话，这时候就把它洗干净，然后再来打发蛋白。这个蛋白与做戚风蛋糕的打发类似，先开高速搅打，等到蛋白产生浓密的气泡后，加入1/3的细砂糖，改为中高速搅打，到气泡更细腻绵密时，再加入1/3的细砂糖，直到蛋白霜出现明显的纹路后，加入最后1/3的糖，并改为中低速搅打，直到蛋白霜均匀细腻，表面有光泽。提起打蛋器后，蛋白霜顶端略微弯曲的状态。先取1/3的蛋白霜加入到先前打发好的面糊中，用翻拌的手法彻底混匀。接着加入剩余全部的蛋白霜，同样以翻拌的手法混合到完全均匀的状态。取1刮刀的面糊加入到融化好的黄油中，搅拌均匀。接着倒回刚才的面糊里翻拌均匀，这里多翻拌几次，确保黄油与面糊彻底混匀。倒入准备好的烤盘内，用刮刀或者抹刀轻轻地把面糊摊平，尽量让每一束的面糊厚度均匀一致，尤其是边角的位置，一般面糊会更薄一些。不过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每次我都主观上觉得自己抹得很均匀，还特意把面糊多往边角的地方推一推，最后烤出来发现边角的位置还是薄了。轻震几下烤盘，震出大气泡后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，220摄氏度或430华氏度烘烤10分钟左右，直到表面略微上色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分了2个小一点的烤盘来烘烤的话，烘烤时间需要相应的缩短1到2分钟。出炉后转移到烤架上，揭去底部的烘焙纸放凉。可以看到边角上蛋糕糊比较薄的地方会烤得干一点，也没什么关系，最后会将边角切掉，并不影响蛋糕本身的美观。放凉好的蛋糕均匀地切分成4份，在等待制作其他部分的时候，可以包上保鲜膜，防止蛋糕变得过于干燥。接下来是咖啡奶油霜的制作。无盐黄油180克，
要软化到手指捏上去感受不到阻力的状态。牛奶100克，蛋黄3个，就是刚才做蛋糕分离出来的蛋黄。速溶黑咖啡粉6克，细砂糖55克。咖啡粉与牛奶加入小锅里，中小火加热并不断搅拌，让咖啡融化。加热到锅的边缘有小气泡的时候关火。在搅拌盆内加入蛋黄和全部的细砂糖，用打蛋器搅打均匀后，缓慢倒入刚才的热咖啡牛奶，边倒边搅拌。接着倒回刚才的小锅内，以小火加热并不断搅拌，直到锅里的液体逐渐变得浓稠。这一步有点像做卡士达酱，注意不要加热过度，否则你可能得到一锅咖啡牛奶炒蛋。关火后，让咖啡奶酱冷却到室温再使用。软化好的黄油用打蛋器的中速搅打蓬松，然后分2到3次加入刚才制作好的咖啡奶酱，每次加入后都用打蛋器中速搅打到完全混合均匀，我们的咖啡奶油霜就做好了。这个方法是提前加热蛋黄和液体，使它们变得更浓稠，方便后续与黄油搅打均匀。其实这里跟传统的奶油霜的制作步骤不太一样，我也尝试过在打发蛋黄的时候倒入咖啡糖浆，然后边搅打边加入软化好的黄油块的方法，发现对于用手势打蛋器少量制作来说，操作有些麻烦，但是不管哪种方法也都能做出香甜浓郁的咖啡奶油霜。甘纳许的制作就非常简单了，120克淡奶油，加热到边缘有细密的气泡的状态，倒入120克的半甜黑巧克力中，静置大约5分钟后，搅拌到均匀顺滑的状态。如果你用的是大块的巧克力的话，记得提前切碎一些，能让巧克力受热更均匀。最后是咖啡糖浆，10克速溶黑咖啡粉中加入60克糖，然后加入200克开水搅拌均匀，再加入1大勺朗姆酒或者干邑白兰地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可以来组装蛋糕了。取一片蛋糕，底面朝上，均匀刷上1/4的咖啡糖浆。烘烤后，蛋糕的上表面会结一层皮，阻碍蛋糕吸收糖浆，所以这里底面朝上比较好。蛋糕在吸收了咖啡糖浆后会变得很软，所以我还裁了一张烘焙纸垫在下面，方便后续转移蛋糕。倒上一半的甘纳许涂抹均匀。如果你的室温比较低，甘纳许变得过于浓稠不好涂抹的话，可以放入微波炉，加热10到20秒左右，以增加流动性。盖上第2片蛋糕片，同样刷上1/4的咖啡糖浆，然后涂抹上大约一半的咖啡奶油霜。我家室温低，加上录视频耽搁的时间比较长，等放到蛋糕上后才发现咖啡奶油霜有点不太好涂抹开。这里可以放到微波炉内，每次5秒，加热大约2到3次，能让咖啡奶油霜的质地更加均匀顺滑，但一定不要加热过度。涂抹均匀后，重复刚才2层的操作，组装上第3片蛋糕甘纳许，第4片蛋糕以及顶部的咖啡奶油霜。组装这一步其实比前面的制作更消耗时间，所以需要有一些耐心。顶部的咖啡奶油霜尽量涂抹的平整一些，因为还要做巧克力里面。我是用温热的抹刀涂抹了一遍，能让表面尽量平整，不过这里也不需要做的特别平，里面也会填补那些凹凸的地方，只要不是特别不均匀，最后都能有一个好看平整的表面。放到冰箱冷藏4小时或隔夜，让蛋糕彻底冷却，每一层之间也更加融合。这些是做里面要用到的材料：半甜黑巧克力120克，细砂糖40克，牛奶40克，淡奶油30克。把淡奶油、牛奶和细砂糖放入锅内，加热到糖完全融化，锅边有气泡的时候，倒入全部的巧克力，搅拌到均匀顺滑的质地，
搅拌的时候我比较用力，就卷入了很多空气，所以过了一遍细的筛网，能去除掉很多的气泡。然而最后还是有一些残留在里面，问题不大。里面冷却到大约40到45摄氏度的时候，从冰箱取出蛋糕。我把蛋糕下面垫高了一点，并且放了一个烤盘来收集多余的里面。一鼓作气倒上去，并用抹刀轻轻涂抹1到2次，让表面更加均匀。录视频所以耽搁的久了一点，视频里我这个里面的温度应该已经35摄氏度以下，流动性有一点差了。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每次做里面的时候都比较紧张，生怕刮刀涂抹不到位，导致里面做厚了，或者涂抹的慢了，里面凝固，最后表面不够光滑平整。可能以后还是得多多练习。里面做好后，放入冰箱冷藏1小时，让里面凝固，再来切蛋糕。每次切的时候都稍微热一下刀，切出来会更加平整好看。边角料也可以吃掉，味道都是一样的。花费了这么大力气做的蛋糕，当然得好好欣赏一下，拍个照。香甜松软又浸润了浓郁咖啡糖浆的蛋糕，质地顺滑，味道醇厚的咖啡奶油霜，略带苦涩的巧克力甘纳许。吃的时候，一次将每一层都吃到嘴里，感受各种味道互相交融带来的味觉体验。做蛋糕付出的辛苦劳动，在这一刻都值了。视频中的食材用量、操作步骤以及注意事项，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和我的个人博客 PHT Cafe 中，方便大家参考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